乌俄战争6月份就要结束。2月初，美乌俄三方的代表坐在一起，想要为战争寻找一个结果。当时的消息是谈判初见成效，但核心问题没有解决。与此同时，美国给出了一个极其紧迫的时间点，3月前达成和平协议，6月结束战争。俄罗斯这边则毫无诚意，不仅打破了能源停火协议，还准备夏季攻势。事实上，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场谈判的内容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那么在双方需求不对等的情况下，乌俄下一次和谈会是什么结果？美国所说的6月结束战争真的能实现吗？2026年2月初，俄罗斯、美国还有乌克兰的三拨人马又坐到了一起。这次谈判的地点还是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算下来，这已经是今年以来三方第2次面对面了。上次碰头就在1月底，同样也是在阿布扎比。上次聊了聊怎么结束战争，结束需要什么安全条件，但没谈出什么具体结果。这次谈判是关起门来谈的。根据 RBC 乌克兰通讯社的报道，其实谈判的重点很实在，主要还是围绕怎么停火进行的。比如乌俄两边的军队有没有可能脱离接触，停火以后怎么监督，要不要设一个协调中心等等。谈了整整2天，最实在的一个成果就是双方在战俘交换上达成了共识。乌俄双方各自向对方移交了157名被关押人员，这是近5个月来首次进行大规模换俘。这个破冰信号固然积极，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谈判桌的核心区，就会发现会谈在领土、停火安排以及安全保障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压根没有任何进展。但就跟上面说的那样，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次谈判的内容已经是最大让步了。在领土问题上，俄罗斯还是老样子，我要整个顿巴斯地区，做不到就别指望达成和谈。不过泽连斯基强调，让乌军从顿巴斯撤军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停火就以当前的实际接触线为基础，也就是冻结战线。至于安全保障，双方完全错位。乌克兰要求的是由美欧参与的长久安全保障，北约秘书长吕特甚至放话说，一旦达成协议，北约的军队和战机就可以立即进驻乌克兰。这戳到可攻的基点了。拉夫罗夫直接回应，如果乌克兰坚持，那谈判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就陷入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循环。乌克兰说没有安全保障，我就不敢完全停火。俄罗斯说，你让我的战略对手把枪顶到我门口，我怎么可能同意停火？因为这2大矛盾，阿布扎比会谈最终连一份联合声明都没能发表。用卢比奥的话说，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短时期内难以突破。谈判陷入僵局就算了，战场上也不消停。俄罗斯压根没有谈判的诚意，甚至连美国都向乌克兰施压。前面特朗普刚说促成了双方为期1周的能源停火，转眼从2月2日起，俄罗斯又开始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美国这边因为有一个国会选举，没有太多的时间继续耗在乌俄和谈，于是提议3月份达成和平协议，5月份将潜在的和平协议提交，进行乌克兰全民公投，同步进行大选，在夏季也就是6月份之前结束战争。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美国会对乌俄双方施压，从而达成上述目标。从内容来看，这是对乌克兰单方面施压。至于俄罗斯，那是美国的合作对象。泽连斯基证实，美俄准备签署一项高达12万亿美元的经济协议，也就是所谓的德米特里耶夫方案。这些协议极有可能包含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其主权和安全问题。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乌克兰压力骤增，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局势，乌克兰只接受基于当前战场事实的停火，绝不在法律和主权层面上承认任何领土的损失。乌克兰有底牌拒绝这一要求。如果俄罗斯依旧要求顿巴斯6月份结束乌俄战争，恐怕只是说说而已。泽连斯基已明确表示，冻结前线，维持双方阵地，对乌而言已是最大让步，并阐明4大谈判红线，包括必须坚持分阶段停火，坚决反对任何未经乌克兰参与的美俄私下协议，要求美国等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必须以国会等立法机构批准的法律形式固化。最后，所有最棘手的问题留待3国最高领导人层面解决，每一条都直指过去协议的核心漏洞。乌克兰敢这样提出要求，原因也很简单，战场提供了基本盘，俄军无法轻易击败乌克兰。正如乌军将领所言，俄军的推进速度已是近年来最慢。德国《世界报》的分析也指出，当前战局演变为持久消耗战，俄军难以实现大规模突破。乌军还有能力打击俄境内目标，试图在经济上施压，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心体现。并且乌克兰内部也绝不同意割地，割地就等同于政治自杀，没有任何一个执政团队能够承受这样的代价。民调显示，乌克兰明确反对割让领土换和平的民众比例高达54%，
这种强大的内部共识，使得泽连斯基政府宁可在军事上承受压力，也绝不能在谈判桌上接受主权让步的条件。与此同时，就在阿布扎比会谈期间，欧盟正式敲定了2026年至2027年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援助贷款的细节。这笔钱至少可以确保乌克兰在未来2年不至于出现溃败。有了钱，就有了继续作战的底气，谁还会想要割地？确定了自身的底线，也有了钱做底气，泽连斯基也就有力气继续为自己争取进一步的机会。眼下，乌克兰只需要一件事：怎么做才能获得和平？对于美国，乌克兰策略就是我可以跟着你说的方向走，但是这路怎么走，还是要按我的想法来。用泽连斯基的话说，我们需要的是有尊严且可靠的结束方式，需要明确的分阶段停战方案。当然，和谈该去还是要去的。在这次谈判结束后，泽连斯基就表示，下一轮会谈计划于近期举行，地点很可能在美国。在美国本土进行谈判，能将进程置于美国国内舆论和两党政治的聚光灯下，增加透明度，反向利用美国的国内政治关切，为自己争取更公平的博弈环境。反观俄罗斯，策略很明确，谈不拢就别谈了。过去1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密集的一波空袭，1周内扔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和上千枚炸弹。谈判后没2天，俄罗斯就用了超过400架无人机和近40枚导弹，目标很明确：电厂、变电站、供暖设施。他就是要断乌克兰的电，用严寒拖垮乌克兰的后方。前线也没闲着，俄军最近在哈尔科夫和苏美州边境方向宣称又拿下了2个小村子。乌克兰这边也是如此，对俄罗斯后方的重要目标也进行了回击。比如在俄罗斯南部的阿斯特拉罕州，有个叫卡普斯金亚尔的重要训练场和导弹基地，乌军就确认对他发动了袭击，说是打中了维修车间和仓库。乌俄边境重镇别尔哥罗德也陷入了民生与政治双重危机，当地能源设施遇袭，超10万居民陷入断电、断暖、断水。更刺激的是，俄罗斯高层又吵起来了，在宣布能源危机与部分居民撤离前，州长格拉德科夫多次向克宫请求增派防空，但均被拒绝。得到的答复始终是无法调配，并被告知此地距离地方过近，防御难度极大。于是格拉德科夫怒对高层决策，随即被俄方内部人士制止叛国，矛盾彻底摆上台面。事实证明，莫斯科抛弃边境民众，无力守护安全，每一轮远程打击换来的都是本土遭报复，这让火力军想到了普里戈金。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继续下去，俄罗斯保不准会出现第2次清君侧。除此之外，战争研究所报道，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俄军的前线动作虽然不断，但很多新组建的师、旅级单位并没有被立刻投入到战场里，而是在后方整训，并囤积物资。等到2026年夏天，土地干透，后勤跟上后，便发动大规模突击。俄军这次总共有2个方向：斯拉维扬斯克与扎波罗热。东线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这地方火力军提过很多次，这是乌克兰在顿巴斯的命门。这不仅是工业中心，还是整条东线防御的支柱。如果这丢了，乌军在整个东部又再也没有险可要守，只能退到第聂伯河。南线则是奥里西夫、扎波罗热方向，俄军想通过这里的突破，把那个陆上走廊拓宽、加固、巩固基站区域控制权，彻底改变战场地缘格局。从战场态势看，随着寒冬临近尾声，冬季作战窗口即将开启，乌俄攻防将进入关键阶段。2022年夏季将成为战争关键拐点，俄军集结战略预备队，瞄准2大核心方向发起强攻，算是对战争目标的最后冲刺。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再拿不到实质性的战果，俄罗斯国内的战时体制可能就要面临金属疲劳。这个夏天就是莫斯科眼里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对于可能到来的进攻，乌克兰已经有所准备。乌克兰第3军团指挥官安德烈·比列茨基在接受 ICTV 采访时表示，只要乌军挺过寒冬，在春季抵挡住俄军推进，俄方就会被迫走到谈判桌前。在比列茨基看来，普京之所以不谈，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能赢。只有当他发现砸几万人、几千辆坦克还是挪不动地方的时候，他才会发现，除了坐下来谈，他别无选择。事实也是如此。对于俄方宣称4月1日前占领顿巴斯的目标，比列茨基直言荒谬可笑，根本不值评论。他强调，若俄方认清现实，即便把目标延后至2026年，也无法实现。现在已经把无人机战术玩到了极致。2026年的乌克兰不仅有千万级的 FPV 无人机，还有了能自主识别目标的 AI 无人机。这意味着俄军的电子干扰正在失效。不管你俄军集结了多少预备队，只要你敢在大平原上露头，无人机蜂群就会像蝗虫一样扑过来。这种降维打击，俄军根本遭不住。就结果来看，如果普京没有醒悟，和谈恐怕遥遥无期。总的来说，相比俄罗斯，乌克兰手中的牌并不完美，但在过去几年，他成功的将俄罗斯希望中的闪电战拖成了任何一方都无法轻易承受的消耗战。
如今和谈陷入僵局，这就意味着谁也无法轻易获胜。时间正在考验着各方的决心与资源。对于更需要时间来巩固防线、消化援助、等待局势变化的乌克兰来说，这恰恰是凝聚力量、等待转机的宝贵窗口。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俄下次和谈会是什么结果？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